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，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是2025年的7月14号，今天是星期一，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3集的词汇。好，来听老师的直播课，记得帮我点赞，支持理查老师。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，支持老师的工作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学习2个很有意思的单词哦。好，老师先念一遍。第一个叫互联网，互联网。第二个词汇叫划船，划船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汇，互联网。好，老师看到艾云，欢迎裴静、Henny、Hardwin、蓝墨，还有美丽，欢迎，还有白兰。对，白兰说老师好久不见了，我想你呢。老师也想白兰啊，白兰有时候比较忙，有时候没有来上课，对不对？月莹欢迎，佩霞、李开心、Alexander 欢迎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词汇叫互联网。不过呢，在台湾我们不用这个词汇，我们会说网路。在台湾我们会说网路，那在大陆会说网络，对不对？网络或互联网。在台湾我们很少，我们听得懂，但是我们不太用互联网这个词汇啊，我们会用网路，或者更正式一点，我们会说网际网路。网际网路就是英文的 the internet。 好，互联网、网路、网际网路。好，这个是台湾的用法哦。好，那么老师退休以后，白兰你退休了吗？好，慧君欢迎啊，Sikon 欢迎。I struggle to follow at the paid path of my classmates. However, I just keep attending the class. Yes, don't worry about it. Just keep attending the class. OK. Hello, 林子欢迎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例句。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。互联网改变 change 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你同意吗？应该会同意，对不对？因为互联网非常的方便，让我们可以跟更多的人连结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，找工作变得更容易，交朋友变得更容易，开会也变得更容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了。再来，台湾我们会说网路，网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同意，为什么呢？像你们现在可以在 YouTube 上面跟我一起上课，这也是互联网的功能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互联网改变我们方式的一个例子啊。好，宋平欢迎。好，林子说我回日本了。好，林子听说有台风要去日本了啊，所以你要小心哦哈。好，这个台风好像叫百合台风啊。好 ，Hello 秀珍 ，Say 同学欢迎你们。好，我们来多多练习一些题目。你可以在资料，什么叫资料呢？就是有一些你想要知道的知识或信息，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些资料，你也可以在图书馆里面找到资料。通常资料指的是像书、报纸这一类的东西啊。好，资料，各种 all kinds of 各种找到，互联网上。好，在台湾我们说网路上啊，在大陆说互联网上。今天新闻报道上看到了日本互联网就是已经有6G 的速度了，好快哦。好，来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好 ，say 很快，你可以在哪里？好，我们有个在，我们就加一个地点，地点就是 Internet 互联网。你可以在互联网上 on the Internet 找到各种资料。秀珍、蓝墨，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各种资料 all kinds of data,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各种
资料。好，各种这个词汇很棒，一定要记起来。我们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，我们是不是学过另外一个非常相似的一个成语，叫各种各样？其实呢，它的意思跟各种是一样的，但是也很常用。各种各样就是 all kinds of， a variety of， 各种各样，或者你可以说各式各样，这些都有人用。各式各样，各式各样都可以。这些词汇的意思都是 all kinds of 各式各样、各种各样、各种这三个词汇把它记起来。好的，老师把这个留下来。好的，这个蛮重要的把它留下来给你们看。好，老师再念一次 all kinds of， 各种后面加名词你也可以说各种各样，你也可以说各式各样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词汇叫划船。划就是这个动作如果你坐船的时候，你手上会拿一根桨。好，这个桨是什么呢？桨我们的量词是一根，谁帮我打一下？一根一根桨。好，像这个图里面这个东西就是桨paddle paddle。好，我们坐在船上的时候，我们要拿一根桨去划船所以什么叫划船？就是让船可以在水面上、河面上前进。对，一根很好，一根桨。好，一根桨。好的。那所以如果你坐在船上用桨划船，船就会在水面上或河面上前进前进。好，所以特别记得这个词汇你们比较少遇到，可能教科书不会教你这个词汇，桨就是这个工具好，那划船这个动作就叫划船划船。好，我们看例句。周末老李一家人去湖边划船。哇，感觉起来他们一家人去湖边划船好像很轻松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因为湖边的风景很漂亮，对不对所以这个句子很棒。如果我有空，我也想去湖边划船周末 weekend， 老李一家人去 like go lake rowing go boat rowing at the lake。 好，去湖边划船。好，你们喜不喜欢划船呢？有些人喜欢去河边、湖边划船很浪漫浪漫不会用在一家人，我觉得浪漫可能会用在夫妻或者是情侣上面。所以你可以说他们去湖边划船很开心很快乐都可以。宋平说，老师我不会划船。其实我也不会，划船应该需要一些技巧 technique， 对不对？需要一些技巧，不然你可能划不动，你可能划不动船。你一直划，但是船不会移动，船不会前进。所以如果你不会划船，你划不动的，你划不动船你划不动船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我们的题目。秀珍喜欢坐船好，一次地划船。划船跟摇船一样吗？基本上中文不太会说摇船，我们中文不太说摇船，我们说划船，我们不说摇船，很奇怪。他还不会控制方向。对，划船要学，不然你可能不会。还不会，这里是不太会 not so well， 不太会 not so well。 好，这个还我们英文应该要翻译成 still cannot do something well。
控制这个词汇比较难，控制的意思就是 control 方向 direction， 所以他还不太会控制方向，要往前、往后、往左还是往右，他没有办法去 control， 没有办法去控制哦。好，这个请你注意一下这个词汇控制。好，Samuel 说他第一次划船还不太会控制方向，可能他想往前，结果往后；他想往右，结果往左。他不太会控制方向，不太会 not so well。好，艾云说他第一次划船还不太会控制方向，他初次划船当然也可以，不过我觉得好像蛮正式的感觉。他初次划船听得懂，但是我会说第一次听起来比较口语一点。好，慧君、蓝墨、佩霞，他第一次划船。如果你第一次做一件事情，你可能还不太熟悉，你还不太熟练，所以你可能会做得不太好。他把船划翻了，可以听得懂。他划船，他把船划翻了。我听得懂他的意思了啊，秀珍，我懂你的意思。我们只会说他的船翻了。他第一次划船还不太会控制方向，结果船翻了。我们会这样说啊，他第一次划船还不太会控制方向，结果船翻了，船翻了 ，capsize 翻了。好，广告时间，请帮老师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你也可以支持老师的工作，请老师喝咖啡，每个月只要$2，首次也是用在比较正式的地方，初次跟首次都用在比较正式的地方，非常非常书面语，首次就更书面语了啊！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口语的时候用第一次就可以了，第一次是最常用的，而且最容易明白的，而且不会那么书面语，不会那么正式，像初次跟首次都非常正式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和船有关的词汇。我们看一下，第一个叫渔船 ，fishing boat。好，渔船就是渔夫，你们知道渔夫吗？就是 fisherman， 渔夫会坐渔船去海面上捕鱼，渔船。好，再来翻船 capsize， 船翻了。你可以说翻船了，你也可以说船翻了船翻了，翻船了也可以。好，再来开船。开船一般感觉就是你要去很远的地方。好，他开船要去很远的地方捕鱼。好，所以开船感觉你会去是比较远，而且你是船长，感觉你是 captain。如果你说开船了，那基本上你应该是个 captain 船长对，渔夫非常好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题目。风浪很大，风就是 wind， 浪就是 wave， 风浪就是 windy and a lot of waves， 风浪很大。结果小船怎么了？结果就是As a result， 好，最后发生了什么事？就是结果，小船翻船了，没有错。风浪很大，结果小船翻船了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你也可以说小船翻了，也可以；小船翻了，也可以。这个翻就是这样的感觉，这个叫翻。小船翻了，所以如果我说翻车，就是你的 car。这样子了，翻车可以好，你可以翻船，可以翻车好，你也可以说小船翻了，小船翻船了，人溺死了，很好，溺死就是 drown， 溺死drowning， 对，翻身很好所以这个感觉是这样子，翻好。
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题了。什么上载满了鱼虾？好，什么上面 on 上载满就是这个可能是车子，可能是船，可能是飞机，载满就是都是。比如说飞机上载满了人，哇，那飞机上可能有100-200个人。车上载满了乘客，火车上载满了乘客。The train is fully loaded with passengers. 火车上载满了乘客。好，鱼就是 fish， 虾就是虾子 shrimp。Fish and shrimp。你们喜欢吃虾吗？你们喜欢吃鱼吗？我吃素，所以我不吃虾，我也不吃鱼。那有些人觉得虾子很好吃，特别是 lobster 龙虾，特别喜欢吃。有的人特别喜欢吃龙虾 lobster。好，宋平、月莹、Henny、李开心还有 Melly、白兰说渔船上载满了鱼虾。好，那这个所以呢，渔夫开着渔船去捕鱼，结果最后渔船上载满了鱼虾。那我可以说，哇，那这个渔夫是大丰收啊！这个渔夫是大丰收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有很多 harvest。大丰收一般是用在，比如说，你可能种了很多稻米，哇，结果今年长出了好多的稻米。或者你去捕鱼，你开着渔船去捕鱼，结果你抓到了好多鱼和虾，真是大丰收 ，big harvest。big harvest。对，你也可以说满载而归，非常好的词汇。满载而归除了用在这种地方之外，你也可以形容你去玩，结果你玩得很开心，而且呢学习到很多知识，你也可以说满载而归。比如说你去了博物馆，你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，你也可以说我去了一趟博物馆，真的满载而归。它指的是你去博物馆学习到了很多知识，可以用满载而归那丰收可以用在像稻米、小麦，哇，今年收成了很多小麦跟稻米，可以。或者像这个情形，可能你是渔夫，你今年捕到了很多的鱼和虾，真是大丰收，收获满满也非常好，收获满满。好，做生意我们就不用大丰收，不可以。通常是实际上，比如说种稻米或者是捕鱼，就可以用大丰收做生意我们说赚大钱。如果是做生意，我们可以说今年我们赚大钱今年我们赚大钱可以。月莹的例子很好，我们上了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后，学习到很多知识，真是满载而归。我们上理查老师的直播课，学习到很多新单词，真是满载而归好，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儿，希望你们有学习到很多新的词汇、新的句子，希望你们满载而归。对，真是满载而归，希望你们今天满载而归。好，我们明天见，明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，希望大家准时来参加老师的课。晚安咯，拜拜。